嗨，大家好，我是小易。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一款谷歌官方出品的 AI 筆記和研究神器 Notebook LM。說實話，它已經徹底顛覆了我的學習和閱讀方式，號稱是目前地球上最懂你的 AI。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聽一段關於《阿凡達3》的劇情分析音頻。我們今天來聊一聊詹姆斯·卡梅隆的電影《阿凡達：火與禁》。這部電影呢是延續了潘多拉星球的故事，但問題是，它到底有沒有把故事往前推一步？這正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核心。這部電影究竟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進化，讓潘多拉的世界觀變得更深刻了，還是說它只是在原地踏步，用華麗的特效包裝了一個重複的內核？我的觀點很明確。剛才這段對《阿凡達3》的核心劇情深度剖析，聽起來是不是像兩個資深影評人在做播客？如果我告訴你們，這段音頻裡根本沒有真人，甚至連文案都不是人寫的，你們信嗎？這是我把網絡上最火的幾篇阿凡達劇情解析視頻，加上2個阿凡達相關的維基百科內容，直接甩給 Notebook LM 後，它直接生成的，不需要我自己去啃幾萬字的影評，也不需要盯着屏幕看3個小時的視頻，它會幫我把零散隱藏的信息整理好，提煉出真正有用的部分，甚至還能直接講給我聽。今天我就帶你們看看谷歌這個免費神器是怎麼把學習和吃瓜變成一種享受的。第一次了解 Notebook LM 的小夥伴可能會問，小易，這不就是 ChatGPT 的語音版嗎？ No， 完全不是一回事。ChatGPT 是基於全互聯網的數據，問他阿凡達3的細節，他可能會把阿凡達2的劇情編進去騙你，但 Notebook LM 只基於你上傳的資料來回答問題。你可以把阿凡達的劇本、幾十個小時的解說視頻或者相關文檔一次性全部餵給他，他的回答只會基於你上傳的這些內容，不會自己腦補。對做調研、查資料來說，這一點特別好用。當然，用它來分析電影其實有點大材小用了。我平時主要還是拿它來幹正經事的。接下來我來設定幾個其他 AI 完全麻爪的變態場景，看看 Notebook LM 是怎麼輕鬆搞定的。Notebook LM 雖然是零幻覺，但很多時候我們的資料都是在網上找的。如果資料本身就有問題，那它給出的結論大概率也不靠譜。那我們要怎麼在一堆混亂的信息裡快速找出矛盾點，甚至不可靠的地方呢？比如，我想知道吃糖容易變老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這是 Notebook LM 幫我在網上搜索到的一些相關資料。我們只需要確定來源，找到最權威可信的資料作為錨點，這樣我就能先看清楚哪些是研究型內容，哪些是二次解讀，哪些是觀點拼接。接下來，我把可信度最高、偏研究視角的資料作為對照錨點，繼續問他。看，這些權威性不高的文章和有矛盾的觀點文章，很容易就摘出來了。它不需要我讀完這幾十萬字，點擊後面的數字就能定位到精確的段落。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只是一堆文檔，其實在 Notebook LM 眼裡，視頻、錄音和文檔沒有區別，都是數據。比如我把一個會議錄音文件和一個項目需求文檔同時給到它，不需要把錄音轉成文字，直接扔音頻，它自己能聽懂裡面的內容。接下來我們輸入提示詞，很快這個需求表格就列出來了，新增的、臨時改的、文檔裡漏掉的需求都有。表格後面每一條都有數字標注，點一下就能直接跳到錄音裡對應的哪一句話。說實話，以前我確實幹過這種事，為了寫一份會議總結，反覆聽幾個小時的錄音，加班到半夜，感覺又浪費時間，還毫無成就感。這些其實還好，最折磨人的是寫論文、做竞品分析，素材來源可能包括論文、書籍、長文章、YouTube 鏈接，再加上一些零零散散的網頁資料等等，每一份單獨看都很有價值，但一旦堆到幾十個來源，閱讀起来就變得非常困難。你看，我現在已經塞進了30多個不同來源的資料，這個時候 Notebook LM 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它不再是那種問一句答一句的工具，而是变成了這個領域的專家。你可以讓它把這些碎片化的信息整理成一篇邏輯清晰、
結構完整的文章大綱，也可以讓它幫你反過來檢查有沒有遺漏什麼關鍵論證，或者某個觀點其實證據並不充分等等等等，基本上能覆蓋研究過程中最耗時耗力的環節。原本幾天才能理清的思路，幾小時就搞定。如果你現在還覺得這不就是個總結工具，那你就嚴重低估了它。它之所以能在 AI 圈殺出重圍，不是因為它能聊天，而是因為它能把一堆亂七八糟的資料變成真正可用的知識結構。接下來我直接把 Notebook LM 中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值錢的功能一次性講清楚。不管你是小白還是老鳥，這一段看完你會發現，原來它還能這麼用。首先，創建一個新筆記本，在搜索框輸入關鍵詞，可以從網上搜，也可以從你的雲端硬盤直接獲取。搜索資料時，有選擇快速調研和深度研究兩種模式。上面這個和普通的谷歌搜索一樣，它會快速抓取搜索結果前10個相關網頁，直接丟給你。深度研究搜索時需要幾分鐘到10幾分鐘，它不僅僅是搜索，還會進行篩選、閱讀、評估，優先去尋找那些長篇報道、PDF、學術內容，甚至會根據你的問題進行多輪檢索，過濾掉那些營銷號內容。如果你現在手頭一份資料都沒有，用這個功能很快就能建好一個專業的資料庫。如果你已經有大量可信資料，那就不需要從網上搜索，直接在這裡導入就行。文件、網站、硬盤，甚至是文字形式都行，幾乎萬物皆可為。視頻鏈接直接在這裡粘貼，不用轉文字，不用整理格式，直接丟。當你的資料開始變多之後， Notebook LM 的真正形態就出來了。左邊是你餵給它的全部來源，很多人習慣把30多個來源全部勾選上，然後一股腦扔給 AI， 這樣得出的答案會很全面，但不一定精煉。而手動取消某些勾選， AI 就只用你選中的那部分來源生成輸出，結果會更精煉。素材餵進去後，我們看中間部分，它幫我們把這幾十個碎片化的信息源自動生成了一篇完整的分析總結。我可以隨時在這裡問它更有深度的問題，它都會基於左邊這些來源給出最準確的答案。比如我直接問它，《阿凡達3》的這個結局為什麼很多觀眾會覺得不爽？它會幫你總結出具體的原因，比如套路化、劇情結構重複、結局拖沓、戰鬥平庸。不錯吧？邏輯清晰，引用來源，像個靠譜的分析報告，研究黨肯定愛了。但如果我是一個影評人，我想讓他直接給我輸出一個視頻文案，這時我就必須要用到這個最容易被忽略但特別靈魂的功能——配置筆記本。這個跟接下來的系統指令有點像，在自定義裡輸入提示詞，點擊保存，回到對話框，複製剛才一模一樣的問題，再次發送。注意看哦，這時候他給的文案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用了。但如果你真這麼用，其實只用了它一半的能力。真正讓它和其他 AI 打出差異化的是右邊這一堆按鈕，點擊添加筆記，你可以把這邊有用的信息直接複製過來，然後點擊轉換為來源，它就會保存到左邊資料庫。下次問問題、生成播客，它都會自動吃這個筆記，形成知識閉環。這裡面我最喜歡的是這個音頻概覽，視頻開頭的那段雙人播客就是用這個一鍵生成的。如果你直接點擊生成，它就會泛泛而談。真正的用法是點擊旁邊這個自定義，你可以定義它為經典的雙人播客，還是直接匯報核心重點。如果你上傳的是自己的文稿或者劇本，選擇評論，讓它幫你指出文章裡的漏洞和缺點。辯論則是用不同的立場來進行爭辯，感覺像兩個腦子在打架。聽完後，你對一個複雜問題的理解基本上就通透了。針對不同的音頻風格，這下面會給你提供對應的提示詞範本，直接把自己的要求寫上去就可以了。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怎麼約束它比較好，那就直接用我這個萬能公式，就這麼簡單。設置好後，點擊生成就可以了。我們聽聽這個質量。
今天呢，我們來聊一個潘多拉星球上，可以說是相當棘手，甚至有點讓人不寒而栗的存在。那個被稱為灰燼族的納維部落，材料裡描述他們就像一顆毒瘤，跟所有部落為敵，甚至跟整個星球的意志作對。沒錯，這就引出了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問題：這群納維人之所以如此，質量非常高哦，真的是能一直聽下去的那種。視頻概覽會根據你的資料自動生成一個帶旁白的幻燈片視頻。這個畫面比較簡單，視覺風格也不是很豐富。我感覺這個設想非常好，但功能還不是很成熟。這個思維導圖我也非常喜歡。你看我這個筆記裡幾十個來源混在一起，它會自動拆成一棵非常清晰的知識樹，比如核心劇情與衝突、關鍵角色的發展脈絡、影片中的重要事件，每一條線都分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是憑空編的，全部都有資料來源支撐。當你看到某個節點有點懵，也不用自己去翻文檔，直接點這個節點就能進入 AI 對話框進行針對性追問。生成報告可以讓你快速對這些內容進行深入了解，通過簡報文檔，你能快速理解這堆資料在講什麼，關鍵數據和證據有哪些。哪怕你原稿一個字都沒讀，拿着這份簡報，你就能在會議上直接質問核心，或者給出別人無法反駁的結論。如果你是學生，你可以把筆記和資料餵給他，然後選擇學習指南，它會自動生成10道核心測驗題和5道論文題，甚至還有一份難點詞彙表。用它來複習，比你自己瞎看書效率至少高10倍。博文給出的內容一般都很乾貨，它會把來源中最值得注意的點全部列出來，並且用自然語言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給你解釋得清清楚楚。總結起來就是，簡報可以讓你快速了解一件事，學習指南快速學會這件事，博文則可以把這件事非常精彩地講給別人聽。除了這些，你還可以自定義報告形式，系統也會根據你的資料推薦一些值得深挖的方向。如果你是老師、學生，或者你正在考證，那一定要試試這個閃卡。它能把資料裡最核心、最容易被問到的點全部挑出來，變成一張張卡片，題目的數量、難易程度都能按照你的要求來。點擊可以翻看答案，而且每一條都是有資料來源支撐的。點擊可以查看答案的詳細解釋。就這個功能，單拎出去都是一款非常能打的學習神器了。如果說閃卡主要考問答題，那測驗就是考選擇題。如果你拿不準，可以來點提示，回答後無論對錯，系統都會立刻給出詳細的答案解釋，告訴你為什麼選 A 不選 B。信息圖主要把資料裡的內容分塊，把關係理清楚，你可以把它當成思路整理工具，邏輯沒太大問題。不過測試階段 AI 痕跡還是挺明顯的。最後這2個功能真的是打工人救星。你們是不是到處尋找過自動生成 PPT 的工具？這個是文稿功能生成的效果，整體看下來真的讓我眼前一亮。PPT 制作水平、信息傳達效率、視覺表現力和敘述邏輯這4個維度都做得非常到位，已經遠超很多人工趕工的水平了。我記得 AI 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對它生成表格的能力震驚了好久。Notebook LM 的表格數據功能一上線就獲得一片好評，它生成的表格基本沒什麼 bug， 數據提取非常準確。講到這裡 Notebook LM 聽起來是不是已經很完美了？但老實說，它有一個天然的限制，就是只基於你提供的資料工作，不會主動去調用外部世界的信息。谷歌的產品經理估計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最近悄悄地把 Gemini 和 Notebook LM 這2個產品打通了，直接在 Gemini 裡就能調用你的筆記庫。你可以直接跟他說，幫我查一下今天最新的行業動態，然後結合我筆記裡的歷史數據，分析一下明年的趨勢。這在 Notebook LM 的對話框裡是做不到的。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謝謝你的觀看。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關注我。我是小易，我們下期再見，拜拜。